我和男朋友回东北老家见家长，绿茶表妹第一次见我就说：“姐姐好壮啊。”我们两个正好反过来了，你是南方大冬瓜，我是东北小土豆。东北男友满脸不耐烦，什么土豆不土豆的，你顶多算是个地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和男朋友是晨跑认识的。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见他就喜欢上了他的肌肉，隔着背心我都能感觉到他那发达的胸肌。兄弟，胸，不是肌肉练得不错啊。我擦了擦嘴角并不存在的口水。老妹儿，你也不错。那一刻，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帅气的面庞与他的东北口音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感，我狂跳的心脏表明了我对他的心动。后来我才想起，当时我正在跑步，和他在一起后，我问他什么时候对我心动的，他说是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控制不住的心跳加速，紧张的呼吸急促。从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我这辈子非你不可。也许我们是因为吊桥效应才心动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媳妇儿，你跟我回家过年吧，把丈母娘和老丈人也接来，我们商量一下婚期，行不行？高景一把我抱在怀里，脑袋埋在我的脖颈处，左右摇晃着撒娇。我捧住他的脑袋，看着他狗狗般的眼睛，忍不住逗逗他。怎么办？我不想和你结婚。看着高景一逐渐变红的眼眶，我立马改口，我和你回去，但是我要先和爸妈商量一下。高景一满脸写着哄我。哎妈呀，媳妇儿，你刚才那句话，给我这心整得稀碎稀碎的，你以后可别开这种玩笑了。我这人开不起玩笑。哄完高景一后，我给爸妈打电话说明了情况，就订了去往东北的机票。因为公司临时有事，我耽误了一会儿，就让高景一先自己去机场。已经到了登机时间，我才到机场门口。高景一和我再三确定能赶上飞机后，才放心地登上飞机。因为是长途飞行，所以我订了商务舱。可在高景一走进商务舱后，发现有人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他找来空姐说明情况。空姐走上前询问：“您好，小姐，请把您的机票给我看一下。”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的座位是在经济舱，我带您过去。那人瞬间不满道：“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撵上人了，信不信我投诉你？”空姐也不生气：“不好意思，小姐，那请问您是要升舱吗？”那人却不依不饶地找茬。高景一不满地上前道：“不是，你不识字啊？你看不见座位号啊？你想坐这还不想升舱？哪来的这么大的脸呢？”那人看见高景一却一惊：“景一哥哥。”高景一见他认识自己，疑惑地说道：“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我不管你谁，你该坐哪坐啊？别在这为难人。”空姐。那人连忙摆手：“景一哥哥，我是韩雪柔啊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是要升舱的，我要升舱。升舱多少钱？”说着就要拿出手机。空姐面带微笑地答道：“小姐您好，需要补5000元。”韩雪柔拿手机的手一读，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升了。”然后落荒而逃。我上飞机时正好看见他从我的座位上起来，我好奇地问高景一：“他谁啊？你的熟人吗？”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人。
高景一满不在乎地说道。下了飞机后，我看见一个打扮十分可爱的人向我们走来，正是刚才在飞机上看见的那个人。景一哥哥，我也要去姑姑家，我和你一起走吧。我被这声景一哥哥刺激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韩雪柔见高景一不理他，便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啊，这就是你在家族群里提到的女朋友吧？姐姐你好壮啊，和网上说的南方小土豆完全不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两个完全是反过来了呢。你是南方大冬瓜，我是东北小土豆。说完就娇俏地笑了起来。高景一皱了皱眉，不满地扫了韩雪柔一眼。什么土豆不土豆的，你顶多就算个地缸，又矮又胖。韩雪柔的笑声立马停了下来。景一哥哥，我不胖的，我才80斤，你可别再那哥哥的了。你是公鸡吗？一直咯，听着闹腾。韩雪柔瞬间委屈地低下头，带着哭腔说道。可是你就是我的哥哥啊。高景一不耐烦道。你就不能直接叫我哥吗？一直景一哥哥，景一哥哥的叫，你不难受吗？韩雪柔不再说话，跟在我们身后继续往机场出口走。没过一会儿，韩雪柔就找我搭话。姐姐，你身材好好啊，一定有在健身吧？穿这么厚也不显胖，不像我，工作很忙，没时间健身，穿什么都显胖。我听着这话，眉头一皱。好爷，这是和男朋友结婚要过的第一关吗？还未等我回答，高景一就回怼道。看出来了，穿个大衣都这么显胖。既然你工作那么认真，怎么连升舱的钱都给不起？韩雪柔立马着急地反驳道。我不是给不起，我只是不想乱花钱。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不要乱花钱。乱花钱的女人不顾家，会把家里的钱都败光。说着眼神就往我这里瞟。高景一冷笑一声，没钱就没钱，找这么多借口干嘛？真会给自己开脱。说完就拦下一辆计程车，不管后面的韩雪柔，拉着我的手就上了车。高景一上车就向我解释道。媳妇儿，那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表妹，不用把她放在心上，这种人咱们离她远一点就好了。我看着高景一那紧张的神情，忍不住笑道。我男朋友这件茶工艺了得啊，我都不用说话，你这一张嘴就帮我对了。高景一害羞地笑了笑。媳妇儿，一会儿到家了，我妈有点你到了就知道了，保留一点神秘感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跟在高景一的身后，刚一开门就看见一个打扮精致的人坐在门口。那人将墨镜摘下，在包里翻找着什么。媳妇儿，这就是咱妈。高景一侧过头在我耳边说道。给你1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这时那人拿出一张卡，趾高气昂地说道。听到给你100万，离开我儿子的时候，我刚要为我们未来的婆媳关系默哀，就听到高景一说。妈，演完了吗？可以让我们进去了吗？被叫妈的女人立马把身上的装备卸下，兴奋地说道。怎么样？演得好不好？我好久以前就想说一遍这句台词了，终于有机会了。这是一个与高景一有7分相像，但是比高景一更成熟的男人从卧室里走出来。老儿子，你妈为这场戏准备可长时间了，你就配合她。就在这时，我眼前的女人亮晶晶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满眼写着陪我演陪我演。我咽了咽口水。阿姨，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难道在您心里，您儿子就值100万吗？说出口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后悔了。心眼子练习看多了是一种什么体验？热评第一的话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这句话刚说出口，屋子里除了我以外的3人都笑出了声。哈哈哈，小姚，给你500万，我把她嫁给你。
面前的女人笑弯了腰，拉着我往屋里走。还未等我们坐下，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。姑姑，开门呀！我是雪柔。温云溪的脚步顿了顿。哟，小茶茶来了。茶茶，是我想的那个茶茶吗？就是你想的那个茶茶。我被他吓了一跳。我天，阿姨这是会读心术。小瑶你真有意思。我没有读心术了。阿姨果然是有读心术的吧。门外的人等了半天，羡慕人开门，又使劲敲了几下门。不过这次门外却换了个人。云峰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上次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在姐姐面前提我们感情好的事。温云溪朝着高云峰挑了挑眉。哟，大茶茶也来喽。高云峰立马抱住温云溪解释，媳妇儿，一直是他单方面纠缠我，我都警告过他好几次了。我一时搞不清楚状况，侧头看向高景一。高景一耐心地向我解答道，门外现在这在说话的是韩雪柔的妈妈，韩白莲。我奶奶年轻的时候资助了她，后来因为她会讨奶奶欢喜，就认做了干女儿，想让她跟我爸结婚，但是我爸不同意。我爸和我妈结婚后，他又各种做。绿茶你懂吧？他的女儿也随他，所以被称为大小茶茶。我闻言了然地点了点头。这时门外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，小峰，开门，亲戚一会儿都到了，你是想让别人看咱们家的笑话吗？迫于无奈，高云峰还是把门打开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韩英冷哼了一声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有了媳妇家都不回了，也不知道娶的是媳妇儿还是狐狸精。温云溪在我耳边偷偷地说，不管他，你让景一带你出去溜达溜达，穿厚点，别冻感冒了。虽然声音小，但是韩英听得清清楚楚，立马招呼韩雪柔和我们一起去。高景一牵起我的手就往外跑，媳妇儿，咱们走快点，别让不相干的人打扰到我们。跑出一段距离后，我们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。媳妇儿，我带你玩冰滑梯去。我平复了一下呼吸，回答道，冰滑梯，是不是那个排队排3个小时的那个大滑梯？太冷了，我不想去。高景一打了一辆计程车，边上车边回答道，媳妇儿，不是那个冰滑梯，咱这冰滑梯老多了，不用非去遭那罪。计程车听到这句话，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老妹儿南方来的呀，还得是跟本地人一起玩，冰滑梯咱这有的是，火的那个也就是长点，你们找个别的公园玩滑梯，多玩几次不一样吗？计程车司机和我们唠了一道，下车的时候还说了句网络流行语，公主请下车。高景一从车上下来，打开车门后向我伸出手，媳妇儿请下车。我被高景一逗笑，对计程车司机道谢后，牵着高景一的手下了车。刚下车没多久，高景一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高景看到备注后皱了皱眉，奶奶，怎么了？你们把柔柔扔下，跑哪去了？电话那头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。高景一沉默了一会儿，告诉了他地址。高景一满脸歉意地看着我，媳妇儿，对不起，奶奶让我们在这里等韩雪柔，接到后还要和她汇报。我没说什么，只是感觉有点冷。高景一给我买了一个烤红薯用来暖手。没过一会儿，韩雪柔就来了。景一哥哥对不起啊，你们走得太快了，我没跟上，只好回去告诉奶奶了。我也是怕你们遇到什么危险。高景一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拉着我的手往前走。哇，是糖葫芦叶。景一哥哥，你要不要吃？韩雪柔走到卖糖葫芦的摊位前，大声地说道。高景一本想绕过他往前走，但是被我拉住了衣袖。媳妇儿，
你想吃糖葫芦呀？你想吃什么味的糖葫芦？还未等我说话，韩雪柔就大声地说道：糖葫芦就要草莓的，宝宝就要吃草莓糖葫芦。我看了一圈，最后拿了串扁的山楂糖葫芦，一共12。高景一却疑惑地说道：咱们这什么时候物价这么高了？一串儿糖葫芦12。老板愣了几秒，连连道歉：不好意思啊，老弟，我还以为你们和他是一起的呢。那就是4块钱。那个他自然就是韩雪柔。他拿了一串草莓糖葫芦，听见这句话愣在原地，然后小声地哭了起来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随后和老板说：没事儿，一起给了吧。高景一有些不开心，闷闷不乐地说道：媳妇儿，你给他买做什么？我回头看了韩雪柔一眼，回道：算了，我嫌丢脸。走到冰滑梯的时候，果然人很少，前面只有零星几个人。轮到我们的时候，韩雪柔弱弱地说道：景一哥哥，这个牌子上写着161下要家长陪同，你能陪我一起玩吗？高景一看了一眼他说的牌子，啧了一声回道：你还真是大字不识一个，那顶上写的是160以下的儿童需要家长陪同，你是儿童啊？说完这句话后，高景一就去拿完滑梯的坐垫了。韩雪柔看见高景一走了之，也不装夹子音了：喂，你不要以为给我买根糖葫芦我就会原谅你。听见这句话后，我默忍住笑了出来。我做什么了要你原谅？韩雪柔理直气壮地说道：你抢走了我的景一哥哥。我有些好笑地说道：你的景一哥哥是什么物品吗？还要抢来抢去的。韩雪柔见高景一走过来，抓起我的手打向他自己。啊，姐姐，我不会再纠缠景一哥哥了，你不要再打我了。高景一拿来滑板目不斜视地向我走来，装作不小心地踩到韩雪柔的脚。我勒个去，怎么什么东西都要来碰瓷？然后就拉着我玩冰滑梯去了。周围的人看了一出大戏，对站在原地的韩雪柔说道：老妹儿，演技不咋的。韩雪柔气得滑梯也不玩了，打车回了家。等我们玩完回家的时候，刚才来的3人都离开了。温云溪手舞足蹈地和我学她是怎么大战绿茶，智斗恶婆婆的。吃晚饭时，高云峰突然提起东北早市：你还没去过东北早市呢吧？老实会了，明天咱们全家出动，吃遍早市。晚上睡觉时，高景一紧张地问我：媳妇儿，你觉得咱爸咱妈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们都说好了，结婚后不会和我们住一起的。我认真地回答道：叔叔阿姨的性格都好好，阿姨真的好有趣，就像我的同龄人一样，完全没有代沟。快要睡住时，爸妈给我发了条消息，他们买的机票航班取消了，要耽误1天。我又重新给他们买了机票，才安心地睡了觉。早上我是被高景一喊醒的，他告诉我早市5点就开始了，近10点的时候就散了。我们4个人是到早市吃的饭。一开始我还不能接受咸豆腐脑，尝了一口后觉得还不错，就喝了2碗。突然有人在我耳边惊讶地喊道：天哪，姐姐，你怎么这么能吃啊？我只能喝下半碗豆腐脑，你居然能喝2碗。我只能吃薄薄碗大小的呢。见我又拿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，他更惊讶了。天啊，姐姐食欲好好啊，一大早就能吃这么多，不像我，我都吃好少的。温云溪也学韩雪柔的样子喊道：天啊，你居然用薄薄碗啊，还是第一次陷进30岁的宝宝呢。哇，好稀奇哦。韩雪柔没想到温云溪会当众对她，周围的人都在戏谑宝宝碗。韩雪柔顿时面红耳赤，落荒而逃。吃过饭后，我们刚出早餐店的门，就看见韩雪柔眼眶通红地站在门旁边。韩雪柔看见我们出来，
立马上前和温云溪道歉。阿姨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冒犯到你了。温云溪绕过他，继续往前走，冷淡地说了一句：你该道歉的对象应该不是我吧？韩雪柔却不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跟在身后。温云溪和高云峰走在前面，时不时回头问我想吃什么就说。小瑶，你想吃什么就说。哎，你吃不吃冻梨和冻大柿子？最近网上冻梨和冻大柿子蛮火，我也确实挺想吃的，便点了点头。大哥，冻大柿子多钱一斤？温云溪低头挑着冻柿子。妈，成箱买多方便，买2箱够吃了。温云溪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。儿子啊，还得是自己挑，挑颜色深的，浅黄色的贼辣，涩嘴没法吃。高景怡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。媳妇儿，冻梨先买几个尝尝，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再来给你买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咋乐意吃这样的，咱家也没人乐意吃，买多了没人吃，该白瞎了。这时韩雪柔在一旁弱弱的插嘴。景一哥哥，你忘了吗？我爱吃冻梨啊。高景一头也不回地说。你乐意吃你就自己买，别占我便宜。韩雪柔的眼泪就像不值钱似的往下掉，没一会儿就冻成了冰，看着又可怜又搞笑。在早市走了一圈后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拎了不少东西。我力气大，也帮忙提了几样重的东西。姐姐力气好大啊，完全不像女孩子呢。不像我，什么重物都提不了。我低头扫了她一眼，饭都不吃，能有什么力气？早市附近车多，车停得比较远，我和高景一留在原地等候。景一哥哥，我能坐你们的车和你们一起回去吗？天好冷啊。高景一因为韩雪柔的茶言茶语已经对他完全失了耐心。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呗，咱们两家又不顺路。韩雪柔因为高景一的拒绝站在不远处的楼跟前哭。忽然楼顶掉下来一大块雪块向她砸去，我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似的冲过去将韩雪柔推开。高景一被我这一举动吓得惊慌失措。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？你刚才吓死我了。伤到你怎么办？韩雪柔被我推开时刚要发脾气，一看她刚才站的地方掉落下来的雪块，傻傻的愣在原地。楼顶的雪块掉下来都能把车玻璃砸出个洞，如果砸在她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高景一见韩雪柔没反应，生气地说道：他救了你，你难道就没什么要说的吗？韩雪柔这才小声地对我说谢谢。这时温云溪和高云峰也回来了，高景一的手还在因为刚才的惊吓不停地发抖。上车之后，我回牵住高景一的手安慰道：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你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温云溪不知道情况，了解事情经过后，他也吓得给我来了个全身检查，确保我没事后才安心。这时爸妈给我打来电话，他们要上飞机了，2个小时后就到了，让我去接机。温云溪赶紧让高云峰掉头回家。第一次现亲家，我得换套合适的衣服。高云峰打趣道：就穿你第一次现小瑶时穿的那套衣服就行，够有气场。刚说完就被温云溪重重地打了一拳。温云溪到家后急急忙忙地搭了好几套衣服，一直询问我的意见。我知道温云溪是重视这件事，便真诚地发表了我的意见。阿姨穿什么都好看。最后出发时，温云溪还在紧张地问我：小瑶，你说要是你父母对高景一不满意怎么办？算了，无论你俩最后成没成，咱们都是最好的闺蜜哈。高景一瞬间不乐呵起来：怎么会不成？我们2个就是天生一对，我会像糖葫芦上的糖一样粘着他的。去机场接到爸妈后，车上的气氛也没变多少。爸爸看向高景一的眼神里写着你小子拱了我家的大白菜。高景一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
握着我的手不受控制的发抖。爸爸看见高景一牵着我的手时，看向他的眼神更不善了。妈妈和温云溪相处的倒是不错，两人就像是好久没见的朋友，可能也归功于温云溪的自来熟。反正我是觉得我已经从最好的闺蜜变成第二好的闺蜜了。到家之后，双方家长排排坐，温云溪开门见山地说，我们这边会准备500万作为彩礼，3金不包括在内。我们还会在 B 市市中心买一套房，车子你们随意挑。爸爸也严肃地说道，我们这边的陪嫁会和你们的彩礼齐平，并且我名下的公司会转让给瑶瑶，但是我需要你们保证我的女儿嫁过去不会受苦受累，我不希望出现家暴出轨之类的情况，不然……未等爸爸说完接下来的话，高景一就焦急地说，我不会，我会全心全意地对瑶瑶好，我永远都不会做出那种事情，如果我做了那种事，我就出门让车撞死，走路被花瓶砸死，创业让我赔死。叔你放心。爸爸本来对高景一的插嘴有些不满，但听到高景一的毒誓还是莫说什么。两人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第二天早上就走了。爸爸走前还用警告的眼神洗礼了高景一，那眼神像是在说，如果你敢欺负我的女儿，你就死定了。高景一面上不屑，手上的颤抖却暴露了他的内心。临近过年，我和高景一又出去玩了好一次，不过都没有韩雪柔的参与。不知道魏石魔自从那天雪崩事件后就再也没见过韩雪柔。门突然被人敲响，说曹操道，韩雪柔来了，还是那副柔柔弱弱的模样，但不知道魏石魔。我觉得韩雪柔变了，哪里变了却说不上来。韩雪柔看见我开门后，第一句话就是景一哥哥呢？怎么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呢？你的景一哥哥做饭呢，你进来吧。说完我就坐在了沙发上，但韩雪柔进屋后却莫去找高景一，而是在我的身边坐下。我挑了挑眉，怎么了？韩雪柔扭捏了半天，最后说了一句，瑶瑶姐姐，先头是我对不住你。我听着这语气差点默一口水喷出来。你是这些天是把水浒传看了一遍？韩雪柔没听懂是什么意思，刚要说话，高景一就从厨房出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韩雪柔站了起来，非常正式地向我们鞠了躬。对不起，我以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高景一一时搞不清楚状况，只说了一句，又搞什么把戏，然后就进厨房做饭了。媳妇儿，帮我买1瓶酱油，家里酱油使完了。还未等我回应，韩雪柔就说道，瑶瑶姐姐，我去吧，这么冷的天景一哥还指使你买东西，不像我只会心疼瑶瑶姐姐。声音并不小，在厨房做饭的高景一也听到了。还未等他说话，韩雪柔出去了，留下我们两个在家干瞪眼。临近过年，高景一家里的亲戚也一波又一波的来拜年送礼。没过一会儿，韩雪柔就和一众亲戚一起回来了。我们的结婚请帖已经发到家族群里好几天了，亲戚也都认识我，对我很友善。但是这回来了一个老太太，张口就是一句，这姑娘不胖啊，屁股也不大，生儿子有点费劲啊。我看哦，你得生几胎能生上儿子哦。高景一刚要替我说话，韩雪柔就在一旁和善地说道，景一哥家也没有皇位要继承，再说了，人景一哥一家都没说啥呢，还要生几个？怎么？你替他们养啊？费用你出。那老太太生气地用手指指着韩雪柔道，你这孩子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养儿防老这个道理你没听过吗？我这是为了他们好。韩雪柔平时看着柔弱，说起话来倒是厉害，我和高景一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等送走了他们，我们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韩雪柔这是
被鬼附身了。此时的高景一还没意识到，他将拥有一个战斗力最强的情敌。韩雪柔的生日就在小年那天。小年前几天，韩雪柔天天都来。瑶瑶姐姐，我的生日你来吗？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过生日。高景一也意识到韩雪柔转移目标了，黏着我不让我去。小年那天，韩雪柔亲自上门来接我们，高景一只好同意让我去，不过条件是他也要跟着。韩雪柔不怎么在意，牵着我的手就走了。到了饭店后，我拿出我准备的礼物，韩雪柔本想我能来就好，也没想过我还会给她准备礼物。韩雪柔兴奋地拆开礼物，吧唧一口亲在了我的脸上。高景一瞬间黑脸，上去拉开韩雪柔，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：你干什么？韩雪柔一脸无辜：我没干什么啊，我只是想感谢瑶瑶姐姐而已。那你亲她干啥？韩雪柔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：景一哥，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我真的只是想表达感谢，都是我不好让你误会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先前韩雪柔针对我时，高景一的嘴就像机关枪一样，现在韩雪柔查的对象变成我后，高景一反而说不出话，最后甩手离去。我见高景一走了，也想跟上去，却被身后的韩雪柔拉住：瑶瑶姐姐，对不起，让景一哥误会了。我不动声色地拿开被他抓住的衣袖。韩雪柔，你想做什么？韩雪柔见我语气强硬，是真的生气了，咬了咬牙，鼓起勇气说道：瑶瑶姐姐，自从那天你救了我之后，我就对你心动了。你当时不顾危险来救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还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道：如果你真的有对我心动的感觉，那我99%可以确定，你是因为吊桥效应才会对我产生这样的感觉。韩雪柔却摇了摇头：不是的，不是因为那个。自从那天起，我不断地想起你的脸，我喜欢你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高景一走前委屈巴巴的眼神。你以前喜欢高景一，你应该是异性恋吧？你怎么会觉得你喜欢我？瑶瑶姐姐，有的人天生就是双性恋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就算你不同意也没事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我强硬地拒绝了韩雪柔后，就出门找高景一了。一出门却看见高景一就站在门口，看见我出来，高景一立马抱紧我：媳妇儿，我还以为你要跟人跑了呢，吓死我了。那之后，韩雪柔时常来找我，每次要茶言茶语时，都被高景一强制性打断施法，并且当着韩雪柔的面展示我们的对戒。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我和我媳妇儿是对戒哦，你没有吧？略，每次都把韩雪柔气哭才算结束。结婚时，韩雪柔哭得比我爸妈还狠，高景一还在旁边气她。见韩雪柔哭得一声比一声高，高景一便不再理她。最后，韩雪柔顶着肿成青蛙眼的眼睛走了。结婚后，我和高景一做了一个账号，名叫健身夫妇。因为高景一帅气的面庞和东北口音产生的反差感，账号很快吸引了一大批粉丝。网友戏称高景一为哑巴帅哥。偶尔入镜的韩雪柔也因为绿茶出了名。热评第一是这样说的：我为什么讨厌绿茶？还不是因为绿茶的目标不是我。韩雪柔也抓住了流量，自己建了个账号，分享矮个子穿搭。高景一担心生孩子会损伤我的身体，决定成为丁克族。面对亲戚催生，高景一每次都回怼了回去。在同龄人都因为孩子不能旅游的时候，我们潇洒地来了个环球旅游，旅途非常快乐。韩雪柔经常会假装不经意地偶遇我们。在高景一生气时，她总会说：姐姐，景一哥怎么总是针对我啊？我好怕怕。好吧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快乐。吊桥效应让我们误以为坠入爱河，
却也让我们成为彼此最佳的选择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